其实你看到我，你不要觉得压力。我不是一个一般的营养师，我是可以让你吃榴莲、吃nasi lemak、吃云吞面、吃美食的。那你看到我不要觉得压力，最重要的是好玩。等一下，这真的可以吗？可以吃榴莲，可以吃nasi lemak，可以。就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跟你讲分量的问题。当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它至少还会跟你是拉近一个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调整，会比较容易。98% 以上的马来西亚人最大的问题是蔬菜摄取不足嘛。这样我会建议大家在外食的时候，你至少可能你一份，你可以2个人分享，你加一点蛋白质，再加一份沙拉，再来如果你觉得你吃不完，你可以来一个水果。如果根据这个我的餐饭，你还可以来一杯牛奶啊。那基本上你是吃得很饱的那一种，而且你不会牺牲掉那一个拉萨，你也不会牺牲掉那个nasi lemak，所以还可以省钱。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嗨，你好，我是能杰。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之前呢，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想要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呢，不要忘记要在我们的介绍栏里面呢找到一个链接，然后点进去，然后把你想要参加什么活动啊，还有你的个人资料告诉我们。那下次有活动的时候呢，就会第一时间来通知你。好，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注册的营养师，他的名字叫做 Edward 刘怀友啊。我其实已经认识他一段时间了，今天他要带着他的新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爱吃的营养学》。那我们要来聊聊身为一位资深的吃货，那其实呢，我们应该如何在预算缩水的这个年代，特别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哇，高通膨的时代来临了嘛。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吃货跟吃货的一个对谈哦。然后我也想要了解说，其实一个营养师要如何跟吃货的这个身份呢同时并存。哇，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状况啊。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先来请怀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各位 BFM 的观众听众们啊，大家早上好还是晚上好，我也不晓得，就是看你是早上听还是晚上听好，对，是好。那其实营养学通常给人一种比较克制的感觉啊，或者是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吃的健康要吃的要少吃，那可能比较重口味的食物呢就不用想了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你其实吃货的身份跟健康真的是可以并存的吗？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到最后它是看量。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到底这个名字要怎么定。然后身为我就是有16年的经验嘛，我一开始毕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大家都很怕跟我吃饭，我一瞄这碟子，而你这碗云吞面的这个蔬菜不够你这个经济饭可能那个菜的汁太多了或者是这个太油了这样子。那后来我发现大家好像不喜欢跟我吃饭后来我就发现到好像你是食物警察对，那是刚刚毕业嘛，因为老师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嘛，就也没有婉转的去讲这东西。后来我发现到这个东西大家也不大爱听，而且是好像有一点 anti-social， 就是说本来我们的社交能力是不错的，但是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不想跟我们做朋友了甚至不想跟我们吃饭。这其实在我们在做食物教育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在想我们到底要怎样的去诠释这个营养学。后来我们就我自己也爱吃了。其实我读营养学的第一个，为什么我会读营养学？因为我爱吃。我并不是因为讲我要减肥去读营养，不是的。你看我样子就知道我是一个吃货。所以我就尝试就是用这个食物科学、食物法令甚至食物化学，因为那个是我的本科，去解释一些食物。再来我就发现到你聊吃的大家好像也比较能够接受。那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就是我们写这个食物啦美食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其实是可以并存的。比如说这个白斩鸡其实就是很干净，就是蛋白质用水煮。那你可以说白斩鸡不健康吗？所以只要你的烹调方法对然后保留这个食物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味道，其实美食跟营养它是可以并存的。当然你要照顾到那个量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凡事都一定要控制那个量对，
太多的话呢，什么东西其实吃太多，其实再健康的东西、再好的东西，其实如果过量的话也是不好的。对对对。但是刚刚听你这样子讲呢，感觉上你应该也是经过了一些历程嘛，因为你从以前的这种营养警察、食物警察，一直做到现在，其实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已经大概多久的时间？16年了，16年了，16年。OK， 对，所以就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其实，在你的行业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可能专注的点也都不一样嘛。那你在这个16年里面走到今天，其实你自己的专业这么说好了，就是你觉得说你现在的专业或者是比较专注的方面是在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教大家如何做预防 prevention， 因为我们营养师本身就是预防慢性病嘛，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僵化的一个定义。是，当我们讲我要教你如何预防慢性病的时候，那大家也是跑，所以我们就讲怎样的去主要我们还是通过希望大方向就是通过食物来去教大家减低这个慢性病的风险那个是一个主要我们要做的东西。 OK 但是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标。就是要活泼啦，要在地化啦，然后要契合大家的需求啊，要提供大家情绪价值啊，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要做的。哇，真的不容易对对，还要提供情绪价值，肯定是要提供情绪价值的。你已经做得很好啦，继续努力，这些我们都时常会做。OK，其实你觉得提供情绪价值跟不提供情绪价值，它的效果会不会真的差很多？差很远其实我也是要讲一下，我这本书的这个有一点点部分的灵感，它是来自这个杜涵烈律师。OK， 为什么这样讲？我其实是有看他的书，然后就有很多女性的读者叫我学习他，那我就去看他的书我就看了，我说哇，原来他不是那种说教式的，他就是说你已经做得很好啦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嘛。那其实我们要怎样的去怎样去做呢？我就有参考他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书本里面我们就有提到，其实你看到我，你不要觉得压力，因为我比你更胖，我会在书里面这样写，这样或者是说我不是一个一般的营养师，我是可以让你吃榴莲、吃nasi lemak、吃云吞面、吃美食的。那你看到我不要觉得压力，最重要的是要好玩。对，等一下，这真的可以吗？可以吃榴莲，可以吃nasi lemak，可以，就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跟你讲分量的问题。当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他至少还会跟你是拉近一个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调整，会比较容易。好，这个部分的话，等一下我会继续的来请教你。但是呢，我想要今天这个访问能够继续走下去，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搞清楚。对，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因为很多朋友，特别在这个通胀的时代，大家的钱包羞涩大家可能现在钱不够用。那如果我们在主张说要吃的健康的同时，大家都认为说健康的饮食是比较昂贵的，包括我今天如果我进去 Grab 里面也要点一个午餐，我点一个一般的鸡饭或者是拉萨，跟我要去点那些健康的，你知道就是 salad 或者是那些健康的餐的话，那些起跳都是20-30块钱所以是不是吃的健康一定就很贵呢？我倒不觉得会去到很贵，但是它的预算会稍微高一些，不过也不会高到很高那种。首先我们要先破解，一般上外食其实是外食变得贵了。那外食变得贵呢，你要有这个运输费，然后你要租金起嘛。最近好像我们都观察到在 Sri Petaling 那边听说是那个店是一间间的倒那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有国外的企业进来，租金非常高，然后本地企业支撑不到，所以到最后呢，其实租金高的话，那餐厅它只能够提高它的价钱。还有就是食材的成本变高了，就是你运输食材，然后化肥听说化肥还要再起价，这样这些东西都在起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其实我还是会鼓励大家自己在家里做一些带来 office 这样子。其实如果你是讲买这个原食材自己烹调带来公司的话，一部分我们不要要求全部，其实它是可以稍微节省一点的。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全家人3个人的食物，我们都预算是1000块以下。
到现在都是3餐，每一天3餐，有鱼有虾。有菜有水果等等的，所以每个星期呢去超市购买一些食材，让你的厨房有一些食材 stand by 这，其实它是可以减低我们的预算的。 OK，好，那我现在就想要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啊，你说可以吃椰浆饭啦，对，可以吃拉萨啊，是，但是如果我今天像刚刚你所说的，我们要自己在家里面准备的话，那我们要吃的健康、吃的营养的话，我是不是要少油少盐呢？我是不是只能够吃水煮的鸡胸肉，然后水煮的青菜？也不见得，因为我自己都没有这样子吃。Okay, 我自己都没有这样子吃，我会至少你说水煮鸡胸肉的话，那我在上面放点蒜米，一点少许的酱油，一点香菜，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啊。真的吗？你不需要讲特地就是因为鸡胸肉本身是很硬的，那你又基本上你连酱油都不放的话，那就有一点对啊，都没有食欲。对，我们就是要稍微有一点食欲。但是如果你是讲你身上已经是有什么慢性病的，比如说你的肾差不多要坏了，或者是你有严重的糖尿病啊，那个今天的讨论可能就不在这个范围内。我必须要讲那个，可能你是要给一个饮食治疗师，还是可以吃椰浆饭，但你是要给饮食治疗师搭配。我讲的是，如果你是身上没有什么慢性病这样基本上你还是可以照样吃这些美食，只是上你的分量上你要调，再加上可能拉萨你可以叫他放多一点青菜，那可能这个碳水化合物少一点。那可能拉萨里面的蛋白质多一点要自由调整，然后那个汤你就不要喝，而且一个星期可能这种高油高盐高甜的食物，你一个星期你吃一次就好了，那其他时候你就正常吃，那其实你也可以享受食物嘛，没有问题的。OK，好，看来我们大家有很多的迷思，认为说吃的营养，这个营养餐肯定就是没有味道或者是会让人没有胃口等等的。那其实你可以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比如说要增加一些不同成分的食物，对，比如说蔬菜，对不对？就其实我们可以吃那一些美味的，我们可以吃美食，但是这个美食它里面的组成是不是就变得比较重要了呢？对，合成我们讲你还是要回到这个 suku baro， 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台湾有一个叫什么122还是21的餐盘，就是211餐盘，对，你要回到这个餐盘去搭配的话，其实并不难。其实98% 以上的马来西亚人最大的问题是蔬菜摄取不足嘛。这样我会建议大家在外食的时候，你至少可能你一份你可以2个人分享，然后可能蛋白质稍微多一点，因为大多数的情况是碳水化合物太多，所以你就一份2个人分享，你加一点蛋白质，再加一份沙拉。可能你去这个 grocery 买一个沙拉，可能是7块半，2个人分享，1人100克的蔬菜，你加下去就是一份变2个人吃，加一点蛋白质，加一点蔬菜下去，它就变成2套了。它的菜也足够再来，如果你觉得你吃不完，你可以来一个水果再来一个，如果根据这个我的餐饭，你还可以来一杯牛奶那基本上你是吃得很饱的那一种，而且你不会牺牲掉那一个拉萨，你也不会牺牲掉那个 nasi lemak所以还可以省钱，因为2个人分享。那你刚才所说的蔬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纤维的来源嘛？那有些朋友他可能平常他可能在蔬菜的这个摄取上面，甚至可能有些人像我们有一些实习生就根本就不喜欢吃蔬菜的那我是不是可以拿高纤维的水果代替呢？水果和蔬菜它不等同所以是不能够这样子互相取代的。其实不能，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有一点是不太一样的。OK， 水果它本身卡路里会稍微再高一点，比蔬菜高一点，然后它的果糖等等的，就你完全只是吃水果的话，其实是不完整的。所以蔬菜还是要吃，你大不了你跟它弄到比较好吃一点。然后就是不习惯，其实也是因为可能他们从小都没有习惯，但是这个我觉得我认为这个是可能就不太能够妥协。你可以先从少量的蔬菜开始，再慢慢增加那个蔬菜的分量。那它也不是很贵的东西蔬菜其实应该都负担得起，不是龙虾嘛，对不对？是，而且是要绿色的蔬菜，不一定，我们是讲你可以以绿色为主，然后有不同的颜色。
加下去， OK 最好你有5-6种颜色，那是最理想。但给上班族来讲，如果是讲你的 office 楼下有一个可能有一个 grocery， 你可以买边的那个一份大概200克左右。其实，当然我们是规定是讲一餐要200克，可是很多人也做不到，那你就买一盒200克，一人有100克的蔬菜摄取，其实都会很不错的了。了解，好过你完全没有吃蔬菜。对 OK， 好，那我们回到现在通膨的年代哦，大家购买力下降，所以现在可能为了省钱，大家就会去买，比如说什么泡面呐、为了填饱肚子嘛，反正我就是能够这一餐可能花个1-2块钱买个泡面，或者是3-5块钱。其实现在1-2块钱泡面现在也很难找到，对不对？我好像已经找不到了，泡面现在也越来越贵哦。对，好，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去选择比较廉价的所谓的精致淀粉的话，这个其实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它肯定啊，因为你精致淀粉单一来讲，它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问题是在于你只吃大量的精致淀粉，你完全没有其他东西来搭配，就是可能你也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蛋白质，那才是一个问题。OK， 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还是可以吃泡面，但是我要加蔬菜，我可能要加一些肉类、蛋白质。对，OK， 这样子吃的话，总好过你就是只吃精致淀粉。我们不可以讲不吃精致淀粉，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实际的。当然，你有些人就很严格啦，说不吃精致淀粉，那我只吃什么？我只吃蒸地瓜蒸南瓜这样。那其实我自己都做不到。当然，理论上是来讲是很健康，但我觉得太没有生活了，那也不太行。我们需要有点仪式感。是，生活毕竟有的时候真的是蛮苦的，蛮苦。特别是像我这样子休假2天回来，今天一回到公司就要密集的开会的这种，我就觉得生活好苦哦。那我就想要喝一杯甜的，或者是吃一个蛋糕，让我的心情好一点。但是我又很担心这些精致淀粉，然后或者这些高糖分的甜品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太多的负担，给我太多的负担哦。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耶，让我心情变好怎么办？让心情变好，首先糖这个东西它是能够让你上瘾的，所以如果你平时已经有摄取到糖的话，你会有一种机制，就是说当你不吃糖，你会很心情低落。所以科学家甚至有讲，就是说糖上瘾它的伤害危害，它可能也不输给软性毒品。因为第一你会上瘾吗 ？OK。第二就是你长期吃，你会有很多问题出来吗？比如说新陈代谢问题啊，这个肥胖啦、糖尿病啦、三高啊这些，你长期，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的整个全世界的这个饮食建议啊，都叫你戒糖或少糖嘛。所以你要怎样取代呢？好像你就说，如果你是有汽水瘾的话，这样我是会建议你这个 sparkling water， 好像有一种气泡水，对，气泡水，那本身是无糖的，但是它又有汽水的感觉。当然你就是可以就是稍微取代一下。那如果你是说你喜欢甜食的话，那就可以吃一些水果啊，那特别好的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好的水果，它的甜度其实我认为它比冰淇淋好吃。我个人认为一些，比如说水梨啊、蜜瓜啦，什么日本来的这些什么比较高级，什么蓝莓啊，它本身的这一个我们说它维他命又高，纤维又高，那它又有一点点那个甜品的感觉。那如果你是说还是不能够接受，那你就来一个 yogurt。yogurt 放一点水果，再放一点花生，有一点点像冰淇淋，也很接近了。再放一点，但是我又听说，好像水果也不能吃太多，对不对？没有啊，你一天我们还是在200到300克里面，每一天。那你100克，你一杯，你不可能放500克的水果。那有没有吃水果的一个最佳时间呢？因为我听到有一些影片，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营养师也讲说，晚上吃完晚饭之后最好不要吃水果，因为让你的血糖升太快。当然在实验的设计，你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分别，可能你早上、下午、晚上，它会对血糖的影响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问回就是大家，就是说我们这么忙碌的都市生活，你有吃到水果，我们已经要赞叹了，对吗？就是我们不要把要求放到这么高，好像我鼓励你健身，那如果我走进来，我是一个健美先生，你看到我，你可能会很压力，你会这个是比赛的，我还是不要这样，会很压力。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每一天进步，你能够做到你有吃水果，我觉得已经值得肯定了。
OK，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叫他每天吃水果，他可能都觉得很困难的那一种，所以我们不会把要求放到这么高。 OK，那要慢慢的去改善。了解。那说到甜点的替代品，除了水果之外，我有看到有一些人他可能会用燕麦呀，或者是用一些比如说香蕉，然后加上巧克力，然后加上一些的酸奶，然后把它放进去空气炸锅里面，这种住家式的或者是自制的这种甜点，它会比较健康吗？我还是如果放回这种 case， 我就要看如果他有放燕麦下去，或者是他自己做蛋糕。你问我的话，我就是要看他当天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是多少，我叫 total carbohydrate intake。但是这样子讲哦，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有些人听好他就会压力，但是没有，我们也是要看 case by case。那如果你是用一个香蕉麦片来当成是你的甜点，但可能你晚上你没有吃这么多的碳水化合物，那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好，那么今天呢，你带来这本书爱吃的营养学，其实我在后面我看到有一段文字蛮有趣的我把它念出来好，你爱吃吗？爱喝奶茶，爱吃粽子，爱吃江鱼仔，爱经济饭，爱那一碗面粉糕的热气腾腾吗？其实你出这本书，你的初衷是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营养学能够普及化，能够帮到大家预防慢性病嘛，还是回到这个，但是因为这个营养学的传播，传统上来讲其实不容易，那我们又不能够夸张宣传，那我就在想我要怎样去定位这本书，所以我也把我喜欢的一些食物写进去，对，就是希望它能够因为我们讲营养学这个东西可能触及率只有5%，但是如果我讲吃货，我相信马来西亚95%人都是吃货，所以整个定位它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营养学 OK， 然后用吃货的角度，就是这么简单。你这本书里面要跟大家一起拆解一些营养的迷思包括你这边有提到说碳水化合物是不是真的能让人胖，然后孩子是不是需要保健品，江鱼仔除了高钠还有什么优点等等，哇，我觉得你 cover 到的东西其实都是一直很像有一点在打破我们本来的对食物的一些既定印象，对不对？对，因为既定印象它是因为这个 culture difference， 我们叫什么文化差异。OK， 我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些重点比如说大家会觉得三文鱼才是 DHA 的来源，但是我告诉你干蹦鱼也是，你就会哇 OK， 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那或者是我们在讲饮食差异化这个东西，其实是如果你了解你不要用这个 culture difference 去看食物的话，你可以省钱。我举一个例子，一碗 pasta 里面放几个蒜米，25块钱，你会觉得很 OK，但是一碗 Maggi 妈妈或者是 Mi Goreng 妈妈里面有豆腐，有青菜，还有什么有鸡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Mi Goreng 妈妈它是有柠檬汁，哇，又有蔬菜了的，哇，有蔬菜，有维他命 C， 有蛋白质，成本 Mi Goreng 妈妈是贵过那一碗 pasta 的，但是 Mi Goreng 妈妈卖你9块钱，你觉得很贵所以我们就是要破解这个迷思。所以类似的例子我还有讲述的就是 Bagel 和敏魂桂的例子。Bagel 是那个面包什么那个对 Bagel 嘛跟敏魂桂，敏魂桂其实又有姜鱼子又有青菜，也是面粉用水煮，对吗？就是它很类似。但是为什么 Bagel 25块你觉得很健康，尤其是你在 Insta 那边，但是敏魂桂9块9不行，老人吃的 OK，这种东西我们就是有在里面提到 OK 所以其实如果你破除了这个 culture 的一个认知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比较划算的价钱来买到最好的营养。是对，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介绍一点这种所谓的投资报酬率比较高的隐藏版的的这种超级食物因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是什么蓝莓啦、奇亚籽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些都是营养价值蛮高的食物，但是它可能比较昂贵。那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替代的呢？我个人的习惯我自己是每次去超市的时候，我会先看那个有 defects 的区。
有那个有 defect 的区， OK 为什么呢？因为有 defect 的区是比较便宜嘛，然后你要快点除掉。我偶尔也会去那边逛一下。我第一件事情我一定是去有 defect 的区 OK 因为你可以用真的，我那天买到一大包的生菜。它不懂是可能就是那生菜888，那我看有3公斤以上，它可能只是不好看，不对，漂亮而已，只是不好看罢了。那一包生菜我买3块钱，那是不是我用最低的成本来？但是你要买回去，你要洗干净，然后要煮。OK， 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的第一个 tips。OK， 第二个 tip 就是你要去逛那个巴萨本博隆，你不要逛普通的巴萨就是那种去批发市场。对，这个本博隆在吉隆坡可能有好几个，可能 Selayang、Chowgate、Seri Kembangan 都有的，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我那天在这个 Chowgate 我买到的鱼是1公斤海水鱼新鲜的海水鱼1公斤19块钱，3个星期而已。所以你要怎样省钱，其实就是要往这些源头去。当然我们不要求你去找渔夫啦，或者是去找农夫，那有一点 over 了。那个也不要求大家自己出海捕鱼对，不需要，你就是去这个批发市场，因为批发市场是小贩拿货的地方。然后你冰箱可能稍微大一点，就一个就是每个星期就是进这些去巴萨本博隆进，其实没有多少钱，还是可以 handle 得到。要不然你就可以选一些真的 budget 有限的话，你可以选一些比较便宜的蔬菜，比方说白杨番薯叶，这个真的是很便宜的蔬菜。鱼类的话呢，这个虾蛤，还有一干颗粒，还有这个一干通沟。通常啦，我们华人都会讲这个是有猪吃的，可是我可以跟你讲，比如说一干通沟，它只是肉比较粗一点，它的 DHA 还是很多的，但是它很便宜，1公斤我那天看到5.9块，那5.9块会其实就肉质粗一点，但营养价值还是很不错。好，那其实如果回到我们马来西亚外食族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说马来西亚外食的处理呢，有几个方面是大家比较觉得担心的。一个是油炸，我们有很多油炸的鸡肉、油炸的食物。那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调味料的食物。OK， 那这种很像是比较难避免的。那是不是我们真的一定要去避免这些油炸或者是调味料很多的食物呢？我觉得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上班族啦，我觉得是有一点难避免，所以我记得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几乎很少外食，因为第一就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第一 parking 难找，第二就是要满身大汗，然后回来 office 都头发已经试完了，所以你说要找到相对比较健康的选择，的确是有一点挑战性。我以前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尤其是在雪隆一带。似乎是比较难找，所以我自己就是每一天那时候就是每一天准备一个饭盒，然后刚好我的 office 有那个 microwave，我就每天叮一下反而所以还是回到要自己准备比较好啦。自己准备，但你刚刚我讲的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把一份食物分成2个再加蔬菜，那个是第二个方法那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每一天一定至少要带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蛋白质蛋白质可能你可以带1份牛奶、1份豆奶去 office， 然后1小份坚果。就是我以前上班，我就是一个环保袋，我就是有这些小锦囊，我就坚果、豆奶、牛奶，2份蔬菜，2份水果。OK，所以我就可以就是确保我当天的乳制品、蔬菜、水果的摄取量是足够的。对，提供给真的没有时间去准备自己的午餐盒的人，你就加下去而已。对，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压力性进食好了，特别是现在经济又不好，工作压力又大。上班族可能都会压力性的进食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很常压力性进食别这么说。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得到治愈呢？其实赶快来救赎我们吧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压力性进食这样子的状况？首先我觉得我个人观察，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已经是涉及到情绪的部分，那他可能最好的你可以去问一个什么注册心理治疗师 OK 最好。但我个人观察，我是觉得首先你每一天至少要有一些时间是拿来阅读的，然后你把手机放下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焦虑跟专注力下降，是因为我们滑太多短视频。这是我个人观察，就是当我之前的时候我睡不着，
我就滑短视频，然后我越滑我就越睡不着，然后我就越兴奋。OK， 所以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上班的时候很累，所以每一天至少要有1个小时让自己阅读下来，阅读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还有我认为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多么忙都好，每一天30分钟。OK， 只要这2个有做好，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有就是你一直思考，你的头脑一直思考，然后你一定要有时间让自己完全放空，看天空都好。这种时间是每一天都要有的。OK， 不然的话，你吃再怎么好都没有用。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是我自己都会有啊，好像我养鱼，我就看着鱼缸15分钟，然后或者是种个花，我就是做这些东西，甚至是烹调。切菜，对，压力性进食就是要去解决那个压力的问题，对，而不是去解决那个进食的问题。当你的压力被解决了，你可能就比较不会有压力性进食。而且，如果真的是压力太大的话，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还是要去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助你，对不对？我觉得你培养自己的兴趣很重要。你喜欢什么？好像我自己是喜欢看书，喜欢养鱼，喜欢种花，喜欢切菜这样子。那个是我的疗愈方式嘛。我喜欢运动，但每个人不一样。总之我个人觉得只要是你兴趣的东西，它都是能够解压的。每个人不一样。OK 一定要做你兴趣的东西。那我也想要来请教你的，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真的是要做出改变，但是我们的经济能力又有限的话，那你觉得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接下来可以做的第一个小改变是什么？我觉得你可以去想一想你喜欢做的东西是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OK， 然后这个兴趣最好是能够让你比较健康一点的。其实很多想不到的人，其实也很简单。我可以告诉大家，多数人讲我每次开玩笑跟我的案例讲，他说老师我没有什么兴趣，我说你喜欢睡觉吗？他说 OK 啊，我说这样你就当你的兴趣就睡觉好了。他就多睡一点，他多睡的话，他睡眠足够，他很多东西就好了。现在人就是一直思考，一直思考，一直思考。你跟他讲要怎样解压，他还是在转。所以我就讲，你去想一下，你现在最需要什么？有些人闭上眼睛，他就讲其实我需要的是睡眠。你这么讲，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已经压力很大了，但是你要他去思考怎么解决他的压力的时候，那又是一个新的压力。对，所以你应该就讲你喜欢做什么，你现在你身体最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你闭上心来，好想一下，哇，我眼睛热热的，原来你现在最需要是一个睡眠，就是睡觉啦。就是这样的简单罢了。就是你放松上来，你需要什么，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要去想怎样解决因为你想解决就是压力。这个是我会给大家的一个，对。好，那我也想要请教你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实用的啊。如果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这种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工作很忙碌，然后比较压力，可不可以介绍我们几种就是既营养又健康又可以疗愈我们心灵的食物呢？OK， 首先每一个人的 comfort food 都不大一样。OK， 我会问他喜欢吃什么东西。现在我想问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啊？我喜欢吃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你就给我一个炒粿条炒粿条啦。那如果是讲炒粿条是你常常都想吃的，对，特别是觉得今天心情不太好，就想吃炒粿条。那你就可以叫人家炒一碗粿条，那你可能豆芽放多一点。那个西汉姆，我觉得是因为它也是低油嘛，西汉姆稍微多一点不用紧。OK， 然后那个酱要给它少一点，然后鸡蛋什么鸭蛋这些，那你就吃一个炒粿条，吃完炒粿条就休息，然后就去运动。OK， 因为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不想运动是因为你的心力跟已经没有了，可是你做了一个很喜欢的事情过后，你就会更有力量的去运动，更有力量的去改善你的生活习惯。我觉得是这样啦。最后的最后呢，其实要不要请你再来这个推荐一下这一本《爱吃的营养学》？好，那我就讲，只要你是一名吃货，然后你想要活得健康，然后你又不想牺牲这个所谓的吃的欲望的话，那记得支持这本书。
OK， 好，爱吃的营养学，刘怀友营养师的最新著作，希望所有希望可以吃的健康的朋友呢，都可以去把这本书来买起来，然后翻翻看。好，谢谢你，谢谢你，Edward，谢谢，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的访问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